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 我身后是。OK， 很明显可以看到我们的身后就是这个红色小改款 Iris 啊。这个 Iris 呢不是普通的 Iris 啊，普通 Iris 是 Exact Standard Premium， 这个是 Active 1.6 Premium 已经没有了。哦，已经没有1.6 Premium 了。对，它已经改成这个版本了。Basic Exact Active。对，最高配。OK， 我们来看一下最高配的 Iris Active 有什么改变呢？钥匙是没有改变的。这个锁匙没有什么改变啊。对，一模一样，还是一样，小小一只。OK， 我们看一下这个车头啊，明显啊，一开始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logo 换了啊，终于 clear 完它的那个盾形 logo 了。然后这个配色呢，在之前就只有 S50出现过罢了。就是那个辣椒红，所以看起来有没有辣椒的感觉呢？这个车头的 grill 啊，本来这边是 chrome 的是吧？对。Active 的是黑色钢琴烤漆，然后无线编织的这个中网。这个红色会不会变成 Proton 的传统？哦，是哎，因为 S50也是这个设计。好像 X50 过后的后续车款，不知道会不会都有这个红色的 grill 的边啊？接下来我们看 Proton 的其他小改款的车型有没有啊？然后车头灯，这是终于啊 ，Proton 在这种比较便宜车系里面用上 LED 的车头灯了。可是这个车头灯啊，你仔细看的话，它其实只有3颗 LED， 旁边呢 signal 还有小灯呢是这个卤素灯泡来的。为什么？喂 ，Proton， 你都已经做这个东西出来了，应该就给它完全 LED 嘛 ？OK， 跟之前一样有这个很漂亮的水晶 LED DRL， 这个真的很美，我到现在还是觉得很好看。虽然它不是整合在车灯里面啊，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位置也是 OK 的。一个 parking sensor 啦，然后前面这个大嘴巴，你觉得好看吗？因为我之前看到网络那种流传照啊，我觉得可能是它拍摄角度问题，我觉得很失望。可是我看到真实的车辆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又可以接受哦。你们真的是要现场看一下 Iris Active， 因为我之前看照片的时候啊，我觉得它很像 Pokemon 的那个什么鱼啊。后来看到真车了过后呢，很协调啦，不会讲看了很奇怪。不过我觉得比较奇怪的是它这个 plastic 有点太大片了。这个你看我的手掌跟它就觉得很大个啦，有 crossover 的那种 look 啦，但是真正是没有什么 crossover 的效果啦，这辆车。然后车镜上面呢，这个是我个人非常失望的，因为它没有搭载好像它的隔壁家对手那样有自动刹停的东西啊。这辆车顶配 Active 版本的价钱是多少钱？现在还没有包括那个保险的价钱是在55,000左右。55000就可以买到一辆很 style 的车啊，就是很有那种 crossover 感觉。当然 crossover 感觉车顶就要有这个，这个是假的置货架。我之前拍的影片就有在猜啦，这个东西会不会是真的置货架？就是那种你真的可以绑一个 roof rail 在行李箱，在脚车。可是失望了啊，它是 plastic 的，好像隔壁家对手那辆小台的一样。然后这个 plastic 我觉得好像也是蛮薄的啦，不过应该就是美观的东西啦，你不会去拿来绑东西，它也不会坏掉啦。然后车身侧面是跟之前没有什么差别 ，signal 一样是在 side mirror， 就是多了这个 fender 的东西，一样有 keyless entry， 这边有一个 button， 后面可以看到是有一个黑色的尾翼，跟它的车顶一样是黑色的啊，在 Active 版本。这个红黑的撞色搭配呢，我觉得很好看，它有点像我的那个 Insta360的 One R 的相机的配色，几乎是一模一样。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后面呢，这个 LED 的车灯是跟之前一样，没有改变，也没有改变它的里面的排版，这是我之前的一个估计错误啦。我本来以为它的里面的排版会有一点调整，结果没有。Iris 的字样，红色的 R。Active 的字样在左手边，可是这个 Active 版本是没有出现在 Persona 车上啊，只有 Iris 有 Active 啊。打开尾箱，我们看一下它的后箱空间。来，聪明哥，这个后箱空间给你够用吗？如果是普通家用的话是 OK 的啦，可是你要拿来工作那个载东西什么，当然是有点勉强。我觉得啊 ，Iris 这一种 hatchback 车款啊，其实不是 Iris 罢了，是全部 hatchback 车款。这种尾箱是比较小的车，比较适合小家庭或者单身或者可能刚刚拍拖啊，年轻人啊，所以这个后箱是很小啊，比较小。整个车的 exterior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哦，差一点忘记了，这一次的 Sport Rim 的 design 有一点点这种
很难洗的感觉。对对对，乱撞。就是很难洗啊。然后它是 dual tone 的，有一个 gunmetal 灰，还有一个银色。OK， 黑色是不错啦，不过设计有点复杂。对，我觉得有点太复杂了。我们拍一下 Persona 的 rim， 我觉得 Persona 的比较好看。要有时常洗车人才会懂这个东西。要时常自己洗车的。对啊，自己洗车。OK， 我们看一下 interior。OK， 打开车门，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 active 的字样在这边啊。这个是车上去的嘞，它不是 print 上去的。然后这边有一个皮革，小小的一个皮革。然后整副门都是黑色，不止整副门黑色哦，这两连车顶啊，还有这些 A 柱啊、B 柱的这个 plastic 壳啊，都是黑色的。所以它在红黑撞色的情况下呢，就看起来比较一样啊，比较年轻一点点。椅子方面呢是有皮革，然后中间是布料啦，有一个红色的车缝线。一坐进来呢，通常我们要 start 车是要踩 brake start 车嘛，在踩 brake 的同时，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油门还有 brake 的踏板啊。这次是有这个很 sport 的 aluminium pad 的，一样有这个 push start button 啊。steering wheel 上面是有包皮啦。跟这个包皮呢，还有红色的车缝线。steering 上面的 logo 也终于把那个短形 logo 的 stop clear 完了啦，这次是圆形 logo 了啊。然后我之前有猜想，它会不会就是放一个 cover 上去，然后可能拔掉了过后，里面还是一个短形 logo 的那个框框啊。可是很明显看起来不是啊，这个是一个全新的模组。给我们 start 车一下。OK， 可以看到有一个很漂亮的 meter 表，左边 RPM， 右边时速表，中间有一个小小个的 LCD 彩屏。这边中间呢可以看到有一个全新的设计，就有一个平板电脑这样，好像一个 Android tablet 放在中间，还有一个雾红色啊，这个不是 chrome 红啊，这个是雾红色啊，所以不会反射阳光啊，这个比较没有这样反人类啊。你觉得整个 dashboard 的 design 跟之前比起来怎么样？很大的改变，很大的改变，大真的很大。这个很大的改变也包括了刚刚讲的 tablet， 新的这个冷气出风口的洞啊是移来下面了，还有这个我觉得这个很美，冷气的这个操控界面啊，它有一点像 X50这样啊，可以旋转，左右有旋钮，中间有这种好像钢琴式的按钮 ，very good， 很漂亮。下面还有这个USB 给你插手机啊，你插 USB 听歌的地方。后面还有两个，后面还有两个，后面的可以看一下。林俊杰、潘玮柏、吴亦凡，然后有一个全新的这个中控，这个叫什么啊 ？Center Console，OK， 华语叫什么？有 armrest 啊，终于啊，我老诶 Proton， 然后这个 steering 是可以这样子上下调整，前后是没有啦，一样啊。然后这里有一个 X70 的 gear knob， 啊，虽然它长到好像 X70 的 gear knob 啊，可是非常可惜，它还是那个 Punch CVT， 啊 ，engine 也没有改变，还是一样那个 Campro VVT 的1600cc NA 引擎，有一个 Eco Mode， 有一个 S 可以拨去 S， 这个 S 这个差不多就是以前的 L 这样啊，给你感觉比较有力啊，上下闪比较容易操控。然后 armrest 呢，很多人在 Facebook 上面就有问，这个 armrest 是不是不可以打开的？因为它看起来好像不可以打开，其实可以打开的，看到吗？而且里面还有一个12伏的插头，可以给你插那个抽烟洞的东西，插手机啊，什么都可以啦。然后我觉得整辆车啊，最 surprise 的就是这个了，对，我也是很惊喜。红色看起来就是很 sport 啊。虽然它的动力规格跟以前没有改变，可是这个就加分了。不知道会不会有人为了这个买 Iris Active， 这个我觉得还真的很漂亮，就是很惊喜的。我也是。不止前座的是红色啊，连后座的都是红色的。所以那些不喜欢绑安全带的人啊，这次你们可以敢绑了，这个安全带绑上去呢，远远人家就看到你是红色安全带啊，切哦，完美。然后这个不是那个 frameless 的，对，那个其实也不是很影响很大。对，之前的 premium 版是 frameless 啊，这次没有了，这次是这个黑色框框，普通的望后镜。这辆车的话呢，它内饰的改变会比外饰来的惊喜，真的。所以你不可以从外表就觉得这样子不可以了，然后踏进来看了你就知道，哇，这个是 Pro。
然价钱是没有提升多少，可是整个感觉啊就是有点贵了。来，我们看一下后座。OK， 又来到这个 Proton 比较不拿手的地方了，就是后座的乘坐体验。我觉得 Iris 它在跟它的隔壁家同级对手在比较的时候呢，后座的乘坐体验除了大腿支撑的确真的比较好，可是这个椅背倾斜角度啊，还有那个空间感就没有对手来的宽敞啊。看我们买这辆车的目的是什么了？如果你觉得你是要不打算时常是有载乘客的，这辆车就很适合你。假设你是有家庭的人，这辆车当然是值得考虑一点的，需要考虑。如果你把它当2个门的车来驾的话，就 OK。对，你有时要载人的时候，后面的门又可以打开，给人家上。小女生她喜欢比较精致的设计这种。对，所以是一个大男人有家庭，你买这辆车当然是不合适啊，你也不可以去怨他。去买 X70。对，两架，分一点点啊，3架。然后后座是没有冷气出风口啦，虽然它有这个 center console 了，可是可能是因为 cost 的问题啦，或者是尺寸方面也不太适合，就没有后座的冷气出风口。然后后座也没有什么好讲啊，但是它的后座的车门啊，它也没有随便跟你做，它一样有这个皮革包覆，一样有这个 active 的字样，然后一样给你红色的这个安全带。马来西亚很多人买车啊是没有选配 signal， 没有选配后座安全带，有些连前座安全带都没有选配的。这次Proton有送你，你可以好好的叫你的后座的人绑上一个看起来非常秋的后座安全带了啦，真的很美，连正中间的也是红色的。OK， 这辆 Iris 今天我们不会做试驾了，所以如果你们想要看到试驾影片的话，继续关注 Rider ATH YouTube channel。然后接下来可能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就来做一下试驾这辆 Iris。OK， 今天这一集是 Iris， 然后我们还有一集不说呢，锁定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就可以看到更多更详细的资讯。喜欢我们的影片，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加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小铃铛要跟它录下去，没有错。然后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Goodbye。